你在抗美援朝的真实战场上开着直播，却被网友嘲讽只是一个蹭热度的网红。可直到那穿越炮火声的冲锋号响起，手机前的无数观众震惊：不是主播你干嘛？8个粉丝整800万了。但你现在没空看手机上的弹幕，因为几个鹰将毛子兵正向我藏身的土墙走来。靠，被发现了吗？正当我以为刚穿越就要打屎，接着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班长，这有个人，看衣着不是毛子，这么冷的天穿得这么薄，太可怜了。老乡别怕，我们是大夏的军人。林凡此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面前是几张脸颊通红、眼瞳清澈的年轻面孔，他们身上穿着米黄色军装，军装脏兮兮的，上面满是黑色的土，有的地方好像是被油浸透，还有的地方是暗红色的，像是血渍。一向口若悬河的林凡此时却如鲠在喉，用力咬紧嘴唇才能忍住眼泪。眼前的几个人都好年轻啊，本应是在上学的年纪，怎么就在战场上了？同志，你老家哪里的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一个皮肤黝黑的青年，眼神锐利盯着我问道。我老家在东北3省里的吉祥省，在金屏上的大学。大夏人不骗大夏人。那个皮肤黝黑的青年一愣，大学？你是大学生的啊？闻言，所有战士都双眼放光的盯着林凡，那眼神和动物园里大熊猫展馆外面的游客一模一样。你要是大学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啊？你不应该在金屏吗？林凡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要是说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这些战士能信吗？自己会不会被当特务抓起来？不过还没等林凡开口说话，轰隆隆的声音已经从远处传了过来，连带着的还有轰轰轰炸弹落下的声音。林凡身前皮肤黝黑的青年面色直接一变，他拽着林凡扭头就往身后跑。毛子的飞机来了，保护好这个大学生，撤退！就这样被身边的战士们拖拽着，玩命而逝的往山林深处跑去。渐渐的喉咙里涌现出一抹甘甜，但是不能停下，自己压得做不了什么，也不能拖后腿了。此时直播间里划过的弹幕也渐渐多了起来，正片开始了。我勒个去！刚进来的不懂就问，这个直播间是在放什么电影吗？好像不是电影，因为主播和他周围的那帮演员已经在这片山林里连续跑了快他丫的1个小时了，这也太逼真了吧！这时部队终于停下脚步，黝黑青年看着大口穿着粗气的林凡咧嘴一笑：同志辛苦了，我叫李延堂，彩云省人嘎。你叫什么嘎？哪里来的大学生？你的情况有些特殊，我要汇报给指导。我叫林凡，你让我歇一会儿，我要死了。而就在这时，在林凡的视线里多出来一个水壶，他扭过头看见的是一张双颊红扑扑的有些稚嫩的脸。喝口水吧，同志，俺叫刘雄刚。谢谢，同志，你今年多大？刘雄刚愣了一下，19，不过再过几天就20了。你问这个做啥？林凡不自觉地攥紧了手里的水壶。没事，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吗？刘雄刚脸上依旧笑呵呵的，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俺弟弟叫刘雄英，妹妹叫刘红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不过指导员说了，等我们赢了阿美尼卡的那帮毛子，我们回家时身上都能带着大红花，俺要把大红花给俺娘带回去。老家这时候也快冬天了，俺娘要开始腌酸菜了。同志，你真是大学生嘎！大学是什么样子的？俺回去之后想让俺弟弟俺妹妹也去上学，都去上学。林凡双手捧着水壶，大学呀，大学很好，有很好的老师，可以住宿舍，有辩论赛，有食堂，图书馆里有很多书。林凡不知道这个时代的大学是什么样的，70年前他的母校好像都还没建立。不过他很快发现，对面的刘雄刚双眼扑灵扑灵的，大学真好啊！图书馆里的书是不是很多？一辈子都看不完。食堂的饭很香吧？我就记得我们过叶落江前，一群人吃了一顿茄子烧肉，俺一定要让俺弟俺妹都去读大学。而就在这时，林凡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响起，林凡有些尴尬。刘雄刚看了林凡一眼，咧嘴笑了笑，之后他在怀里摩挲了一阵，递给林凡一个已经有些发硬的年糕。刘雄英咧嘴笑了笑，厉害吧？我们上次在一个村子里缴获的，可好吃了，里面还有枣呢。林凡有点发懵，咬了一口，又硬又粘牙，比他吃过最难吃的外卖还要难吃。而这时你却看到其他的战士都看向这边咽口水。这时李延堂带着一个27、8岁的青年走了过来，国字脸，眼神肃穆，带着一股杀气。林凡本能的咽了一口吐沫，国字脸青年则冲着林凡敬了一个礼。同志你好，我是大夏第4军6团8连的指导员，我叫顾勇。李延堂跟我说他们在梨烟花村捡到的，请问你是哪个大学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林凡本能的咽了口吐沫，他看见那个国字脸青年眼神如同鹰隼一般盯着自己，忽然有一种预感，自己要是回答的不对，我这个穿越者可能要死在英雄先烈的手里了。情急之下，我看向飘在面前的直播弹幕，有人在出主意，有人担心主播被当成间谍干掉，而其中一条弹幕吸引了林凡的注意，说的正是网友爷爷的真实经历。于是林凡深呼一口气，结合这条弹幕缓缓说道：我叫林凡，家里在燕北市地主老财，之前本来是在金屏上大学，后来申请去了国外，在葛英兰国的索桥大学读的教育学。我本来是有机会留在国外的，但是我心系我们的祖国，我觉得现在的大夏需要我回国走的是水路。船长本来答应我可以停泊在辽东省的，结果好死不死海上那边全是阿美尼卡的军舰大船，没招了呀。那船的目的地是日子岛，但是我去岛国干嘛？我是要回家的，所以我半路下船在领航国南边登陆。本来听说咱大夏和阿美尼卡谈判暂时停战，结果刚走一半又打起来了，这一路颠沛流离又怎么样？我得回国呀。叶落江的那头是我的老家，是我的故土，死也得死在离家最近的地方，你说对吧？指导员，领航国这边遍地都是山地，大夏还能和阿美尼卡打山地战？要真让阿美尼卡的坦克过了叶落江，滇北3省可都是平原，那落入领航国的人
燃烧弹，就也会撕开我家乡的云彩。顾勇还有周围的大夏战士们则都被林凡说的一愣一愣的。对，我们绝对不会让那帮毛子跨过叶落江。恭喜主人解锁成就，睁眼说瞎话。林凡眼角抽了抽，这也能解锁成就？还有什么叫睁眼说瞎话？故事虽然是编的，但是他的爱国情可都是真的。而此时弹幕也开始热闹起来，主播是真能瞎编啊！妈蛋，说的我热血沸腾的。等一下，主播刚刚说的那些经历不是我刚刚发的弹幕吗？他成我爷爷了，同志们，我真的不是托呀！不对啊，主播能看到弹幕，这真的是直播。主播，你要是能看见我们的弹幕，你就眨巴左眼。林凡看着弹幕，立刻单独眨巴了几下自己的左眼，以此证明这场直播跨越时空整整70年。卧槽，这竟然是现场直播！那些演员也好敬业啊，竟然没有一个偷懒的。那边好像还在挖战壕，而且刚刚的轰炸机跟真的似的，我都害怕主播被嘎了。林凡看着那些弹幕，眼角抽了抽，老子真的是在用命给你们直播呀！而就在这时，一个沉闷的声音传来：同志，你想报效祖国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回来的确实不是时候。我们正在和阿美尼卡打仗，而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没有多余的兵力护送你回到祖国边境。林凡抬起头，看见顾勇正盯着自己，神色复杂。我可以留在这里，其他战士能吃的苦我也能吃。军训时，在国外时我也摸过枪，虽然没杀过人，但是我和同志们一样，愿意为了保家卫国而牺牲。跨过了叶落江，就是大夏的吉祥省，那是我的故乡。林凡的皱紧了眉头，和对面的顾勇对视。好不容易穿越到70年前，还是在领韩国，总得做一些什么吧。顾勇沉思片刻后，6班集合，现在把这位从葛英兰留学归来的同胞交给我们6班，在不影响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务必保证他的安全。6班的介绍一下自己，俺叫刘雄刚，和大学生同胞你是老乡，都是吉祥省的。6班步枪手，我叫付俊，金平原，今年20，梦想是成为作家。大学生我写了几首诗，你有空帮我看看。接着是一个长得很高、五官立体、很有异域风情的年轻战士，天江省帕尔哈提，22岁。不用吃惊，我也是大夏人，我也想要守护我们的同胞。离湖彩云省人，班里我是机枪手。李维波，龙岩省哈滨城人，我会拉小提琴。大学生你在国外一定见过人拉小提琴吧？有机会你看看我拉的咋样？林凡张了张嘴，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酸。70年前的他们原来这么年轻啊，怎么这么年轻的他们就上了战场了？林凡咬了咬嘴唇，我叫林凡，老家吉祥省，今年24岁，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各位相遇，我们一定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期待诸位都能带着大红花凯旋。林凡此刻强咬着嘴唇，这才压制住情绪。好了，介绍完了，原地整合待命。林凡同志，你需要换一身着装，你现在的衣服太容易暴露。林凡低头看了一下自己身上穿的蓝色外套和黑色牛仔裤，本能的点了点头，先穿这套吧，你应该能穿上，别嫌弃。林凡看见李延堂递过来的军装上有几个明显的窟窿周围还有血迹，他摩挲了几下军装上的弹孔，军装原本胸口的位置有一行黑色的小字：河东州刘丰源。刘丰源，4班的班长，前些天的战斗中了4枪，他们班的战士把他带回了这里，但是没撑住，今天上午走的，还没来得及掩埋，别嫌弃他。林凡捧着衣服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不会，怎么会？能穿这身军装是我的荣幸。李延堂吐出一口浊气，我们晚上有作战任务，指导员的意思是你不用跟过来，作战不能带上我吗？李延堂盯着他，你杀过人嘎？你之前在战场上的表现我看到了，去了战场上除了送死有什么用嘎？你是大学生还留过洋，你活下来回到祖国才有意义。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怕死在这里，就算死在这也会有其他战友带我们回家。林凡咬住嘴唇没说话，他走到一处石头后面，结果发现李延堂也换了个位置，就那么死死地盯着他。想了想，这应该是看自己身上有没有藏着和阿美尼卡联络的通讯设备吧。直播间的镜头里无数的弹幕划过，刺激，主播快点，主播直播换衣服，你对待我们好真心。林凡眼角抽搐，为了直播自己付出的太大，不过军装确实还算合身。林凡下意识地摸了摸那军装上的弹孔，可就在这时，轰轰轰的声音忽然传来。林凡抬起头，接着他看见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幕：数十架轰炸机从远处按照某种队列排列飞了过来，炸弹从飞机上投掷下来。林凡看见好多穿着米黄色军装的战士就那么被炸成了一片血，断肢和鲜血一起飞溅，能进防空洞的进防空洞，进不了防空洞的分散进入山林。而此时还来不及林凡多想，一只大手已经把他拽回了他刚刚换衣服的大石头后面，是李延堂。此刻李延堂的神色也有些狰狞，一架轰炸机刚刚从他们头顶飞过，机翼悬挂的机枪打出的子弹好几发就打在他们背后的石头上。不远处一个战士被机枪打成了筛子，那个战士他认识，是6班的战士。10几分钟前他还笑着在自己面前介绍他自己，我叫周有春，江南州金陵人，参军前在家里读书。林凡浑身发抖，他想冲过去把周有春拖过来，但是李延堂死死按住他的肩膀，他已经牺牲了，防空洞都在山谷的北面，我们现在在南面，来不及了。6班所有人进林子嘎，你也和我们走。林凡算是被李延堂半拽着往山林里那边跑，他来不及赶上，只能勉强跟上李延堂的脚步。他感觉每一刻都是冲着他来的，跑得慢一点，下一个变成筛子的就是自己。6班停下报数，黑暗中传来几声沉闷的回应声，2，接着是长久的沉默，没有3，怎么会没有3？林凡身体冰冷的僵在原地，他感觉到身边的李延堂呼吸似乎也乱了一下。报名字，很快黑暗中传来声音，刘雄刚，付俊。接着林凡似乎听到了黑暗中传来的哽咽的哭声，李延堂那里深呼一口气，其他人呢？有些哽咽的声音传来是付俊的声音，不知道，跑着跑着就看不见他们了。当时冲进山林的有好多班都是分散跑的，各班都想把飞机引过来。我在跑的时候好像听见了严挺骂了一声龟儿子，但是我没回头，我没敢。李延堂深呼一口气，你没做错，又不是第一天上战场了，我们都知道谁都有可能在
下一秒牺牲，而且没准他们只是和我们走散了。先确定现在位置，之后争取和大部队尽快会合。跟我走。林凡强撑着自己跟上李延堂的背影，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在这种时候拖后腿。妈蛋，阿美尼卡有制空权啊！他们的飞机想杀我们的人就杀我们的人，想轰炸就轰炸，凭什么呀？当年一架飞机都没有的大夏到底是怎么赢的呀？林凡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跟着李延堂穿越了他们所在的这片林子。第二天，林凡记不清自己怎么到这里，睁开眼看见的就是直播面板。醒了，醒了，主播没死，这主播真牛啊！就那么在野外睡了一夜。这时一个声音传来：“林凡同志，你醒了，看俺找到了什么？”只见刘雄刚捧着几块土疙瘩，正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林凡想从地上爬起来，结果却发现自己的脚掌传来钻心的痛。你脚坏了，应该是军鞋不太合脚，脚趾被磨出了血，脚掌也全是水泡。林凡有些尴尬的慢慢重新坐回地上。班长呢？班长趁你睡着的时候看了一下你的脚，觉得你就醒了还能动，估计也很难跟上我们，所以他带着傅俊先去找大部队，让我们原地待命。林凡垂下眼帘，对不起，拖累你了。刘雄刚则依旧笑眯眯的，他把土疙瘩上的土仔细的擦掉。干哈呢？客气啥？你是大学生，不像我们皮糙肉厚的脚板上都是茧子。你昨天能跑那么远一声不吭已经很了不起了。给你地瓜，那个把皮啃了就行。这里不能生火，地瓜也只能吃生的，不过那也比炒面强。生火会引来阿美尼卡的飞机。刘雄刚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了看晚蓝蓝的天空，也不知道咱大夏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好多的飞机。林凡抓着手里的地瓜，手背上的青筋不自觉地鼓起。很快，再过几年就有了。再过几十年的话，我们的飞机在世界就都是领先的，被称作第5代战机，甚至第6代估计也马上有了，比阿美尼卡还厉害。刘雄刚转过头看着林凡，真的假的，同志？你可是大学生，你不准偏啊！那几十年是多少年？几十年后除了飞机，我们还有啥？林凡放下手里的地瓜，眨巴了几下眼睛。70年吧。你要是活下去，你一定能看到那一天。那时候的大夏很厉害，想吃糖吃糖，想吃烧烤吃烧烤，部队吃的罐头比阿美尼卡的还好。我们还有能自己加热的米饭，在野外不用生火，也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啊，对了，阿美尼卡海上的大船你知道吧？那个叫航母，我们70年后也会有，而且有3艘。不仅有航母，我们还有好多大船，有战斗机，想填海填海，想巡航巡航。那些个跳的王八犊子都被我们干翻了。当然，它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70年后的年轻人和你们一样勇敢。林凡的声音此刻顿了一下，因为他看见刘雄刚正地看着自己，像是听得呆了。还有吗？你再给俺讲讲呗。林凡的嘴唇有些发抖，他咽了一口吐沫。那个70年后有很高的楼，比京平的紫禁城还要高，穿过云彩，玻璃都是那种大落地窗，你站在窗边可以俯瞰到一整座城市。还有很多吃的，有牛排呀，龙虾呀。刘雄刚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吐沫。那些不都是洋人吃的吗？你都吃过吗？那些东西和酸菜白肉比哪一个香？林凡眨巴了几下眼睛，吃过，都吃过。不过我还是觉得酸菜白肉更好吃一些。哪里的好吃的能比上咱自己的腌的酸菜？还有啊，没人敢小瞧咱了。咱的航母出去转一圈，都全世界都要掂量，没那么多人饿肚子了。虽然还是有，但是一年比一年少。过年的时候，外国最大的广场都要给咱庆祝变成红色，还有一拧就会出火的灶台，一按电钮就能做稀饭的锅，插上插头饭就好了的包。林凡尽量用刘雄刚能理解的词汇描绘着70年后的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没有那场大灾之前，人们可以自由的生活。9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长，长风几万里，吹动玉门关。刘雄刚甚至一边听林凡讲话，一边已经托起腮帮子。可就在林凡讲的激动，要讲70年后那盛大的航空展览的时候，一道身影从林凡背后的山林中飞速奔跑过来。刘雄刚的反应极快，他几乎是立刻扔掉了手里的地瓜，举起了手里的冲锋枪。可很快他的面色一变，因为他看清跑过来的身影穿着和他们一样的军装，是傅俊。跑，快跑！山林里有阿美尼卡的部队，他们这次是秘密潜入的山林，很不对劲，被他们碰到就完了。刘雄刚的面色一变，他往傅俊的身后望去，眼神忽然冷冽。班长呢？傅俊咽了一口唾沫。班长，我们发现阿美尼卡那些毛子兵的时候，他们也发现了我们。班长让我先跑，他让我回来找你们。他开枪打死了一个阿美尼卡戴钢盔的当官的，之后被其他毛子发现了。班长是故意的，为了让我跑，班长还给了我一个任务，去743阵地通知师指挥部，这份情报很重要，咱们得赶紧撤离这里。刘雄刚抱着枪正愣在原地，那班长怎么办？傅俊的眼睛直接一红。班长说：“大夏万岁！”刘雄刚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可接着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的面色再次一变，扭头看向林凡。林凡那里也面色复杂的低着头，他看着自己的脚。昨天晚上那个还对自己柔和的笑着的黝黑青年，为什么自己就再也看不到了？看着一旁的刘雄刚和傅俊，你们先走，不用管我，我的脚我自己清楚。就算能站起来，也不可能像昨天那样跟着你们一起跑，都留在这里。毛子的大头兵找来了，才真的晚了。刘雄刚那里盯着林凡，之后忽然蹲下身：“大学生同志，你上来，我背你走。你是大学生，你得活着回到祖国，你活着回去比我们都有用。你说你是学教育学的，也不知道你以后回燕北还是去京平，但是无论去哪儿，你让咱们国家的孩子以后都能读书，吃饱饭，过上你说的未来的那样的日子。”林凡看着眼前那个并不健壮，甚至有些瘦削的后背，鼻头忽然一酸，傻不傻呀？自己可是1米8多的个头，140来斤重，背上我那还跑得了吗？林凡此刻抬起手，狠狠地推了刘雄刚一把，之后他看着眼前的刘雄刚和傅俊，忽然表情扭曲，声嘶力竭：“滚啊！谁让你背我？你碰我都觉得脏。”
什么回到燕北报效祖国，那都是骗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留学的葛英兰是什么地方？那是发达国家吃牛排和红酒的地方，让我回去和你们吃烤地瓜，吃那什么破酸菜？我呸！我也根本不是要回国，我是要去阿美尼卡的。我申请去阿美尼卡那边的大学继续进修啊，人家才是灯塔国，全世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在那里我才能发光发热，我能在那里住别墅看金发女郎。回大夏有什么？回大夏和你们这群土包子一起吃馒头吗？要不是我坐的船遇到了事故，我会九死一生跑到领韩国。谁能想到先碰到了你们？你们这些土包子真傻呀！真的，说什么信什么。想到和你们生在一片土地，我就恶心。反胃。林凡咧着嘴，声音撕裂。原本背对着林凡的刘雄刚缓缓站起身，他有些错愕地转过头，正愣地看着林凡。同志。傅俊那里则低着头，一言不发。而就在这时，一个白色的沾着泥土的圆疙瘩忽然砸在刘雄刚的脸上，那是刘雄刚之前递给刘觉的从山里挖出来的地瓜。别叫我同志，我恶心！你丫的还让我吃生地瓜，这他娘的是人吃的吗？猪猡都不吃这种东西，也就你们这种贱民会吃的津津有味。滚啊！快滚！别到时候阿美尼卡的军官过来了，真把我当成了你们的同伙。刘雄刚咬着嘴唇，可是我们不是同胞吗？我们是同胞呀！林凡此刻呲着牙，他抓起身边的一捧土，再次向着刘雄刚扔去。谁和你是同胞？老子到了阿美尼卡，入了阿美尼卡的国籍就是阿美尼卡人，谁要和你们做同胞？刘雄刚还要再说什么？可就在这时，傅俊忽然拉住了刘雄刚的手臂，走吧，不用管他了，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吧。呸，狗叛徒！接着傅俊拉着刘雄刚就向着远处走去。刘雄刚不停地回头，但是仍旧被傅俊拉的距离林凡越来越远。几分钟之后，林凡基坐在地上，已经彻底看不到刘雄刚和傅俊的身影。林凡这才抬起头，咧嘴一笑。之后他强撑着从地上爬了起来。将来阿美尼卡也会被赶跑，幸福的人民载歌载舞，大街上成了彩旗和鲜花的海洋。我已经过好日子了，但你们还没有，就让我去死吧。林凡此刻的呼吸有些深沉，脚上此刻传来有些撕裂的痛感，但是还好，强忍着的话还能动。恭喜主人解锁成就，反转的谎言，勇敢的心。林凡挑了挑眉，这样也能解锁新的成就，那看来自己的选择没有错。麻烦的是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要摆烂在这里等死吗？而就在这时，他看见自己直播的画面，弹幕上全是白色蜡烛和小黄脸大哭的表情。致敬，白蜡，哭，呜，致敬，给主播上香。林凡眼角抽搐了几下，差不多得了，我还没死呢，而且我也不一定会死。林凡一边说着，一边扭头望向身后的山林，他暂时还没有看到阿美尼卡大头兵的影子，这代表他还有时间。如果自己能苟住的话，或许就还有机会。随后开始艰难地向刘雄刚他们离开的另一个方向走去。真在这里等死，好不甘心。或许还能多做一点什么，就算是让我去死，我也得找机会杀掉几个敌人，至少一个敌人。林凡的表情逐渐凶狠，他脑子里想起阿美尼卡的轰炸机飞过天空，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变成了火焰里的血雾。他想起被打成筛子的周有春，想起没有回来可能也再也见不到的李彦堂。林凡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他扭头看向一旁的系统面板，能不能给我调一架咱大夏的5代机来啊？我拿它干死阿美尼卡的轰炸机。系统面板那里安安静静，没有任何反应。倒是直播间里的水友们开始纷纷发来弹幕：主播，你是在跟我们说话吗？但是我们去哪儿给你搞咱国家的5代机啊？去白岛航空展那里给你偷吗？白岛的航展5代机真牛啊，在天上跟落叶似的那么飘，飞过天空的时候音爆像是龙吟，这要是放到70年前，那不是降维打击吗？主播还是不要做梦了，你要下班了我们理解，下班个屁，我这是真实的穿越，我就在70年前，你们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之后林凡扭头就要离开这里，但是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转身在身后的大树上刻下了一行字：这战场我来过，大夏、燕北、吉祥州、林凡。恭喜主人解锁成就，在历史里留下痕迹。成就有个屁用，你有本事又不能给我调架5代机过来。接着林凡看着树皮上他刻下的字，这就是我穿越的证据。直播间里无数的弹幕这时再次划过，主播精神没问题吧？要不要帮主播打110啊？这一次林凡没有理会弹幕，而是直接有些蹒跚的向着山林的另一个方向走去。不过林凡没走出几步，他的脚步忽然一顿，捡起地上他刚刚扔出去砸向刘雄刚的那2个地瓜，不能浪费粮食，这可是刘雄刚同志好不容易挖到的，给我的。而与此同时，距离林凡已经有一段距离的山林里，正在飞速狂奔的刘雄刚忽然脚步一顿，似乎想到了什么。不对啊，傅俊，我在团指挥部那里看见过世界地图，从葛英兰国到阿美尼卡，好像不需要从咱大夏这儿走吧？林凡，大学生，他就是留洋之后回来建设祖国的，他就是回来建设祖国的，他是我们的同胞。小金瓶，我们回去接他。跑在前面的傅俊也脚步一顿，但是却没有回头。不能回去，我们要去找大部队会合。林凡同志，为什么说那些话你还不懂吗？林凡同志希望我们去完成任务，我们得去743阵地。如果我也死了，刚子，你爬也得爬到743阵地去。没有神仙皇帝，也不靠救世主，我们靠自己，也能保卫我们的祖国。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林凡匍匐在一处山坡的石头后面，不远处山坡上是一片连着的帐篷，山坡下则停着几辆墨绿色的轿车。他的手里捧着一块石头，石头的一面棱角尖锐，是他目前唯一能用的武器。他不幸地碰到了阿美尼卡的部队，停歇驻扎的兵力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守夜的那一个班的士兵靠在火堆旁边，一个个都昏昏欲睡。他们应该是觉得这个山坡足够安全，毕竟他们也是今天刚到这里的。哪怕大夏的那些战士总是如同鬼魅一般的在夜晚出现，但是也绝不会出现在这里。制空权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敌方部队还能安营扎寨。林凡记得
昨天晚上在山谷里，大夏的战士都是穿着衣服就睡在荒郊野里，差距太大了。电影里拍的原来一点也没夸张。双脚寒天的时候，大夏的战士爬冰卧雪，吃冻土豆的时候，阿美尼卡的那些大头兵还可以吃上热乎乎的火鸡，过他们所谓的复活节。复活你们大爷，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还妄想套上复活甲吗？真想一把火把他们压的帐篷都给烧了。林凡趴在地上气呼呼的喃喃自语，而与此同时，直播间此刻也有无数的弹幕飘过。主播趴了2个多小时了，主播真的好敬业啊！要不是主播一直喘着气，我都以为主播死了。那些小鲜肉看见主播这样愧疚不愧疚啊？别说了，主播都觉得自己真的穿越了。光是这份信念感，他们拿什么比？主播你站起来活动活动吧，我们就当你没穿吧。林凡眼角抽了抽，他们就当是个节目吧。对，一定得让他们当看到的一切是大夏电视台的节目，否则等自己再穿越回去，问题可就大了。林凡调整了一下呼吸，思索着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现在是黑天，对方才没有发现自己，等到天一亮就完犊子了。林凡的表情忽然一变，因为他看见前方的帐篷里，一个大头兵睡眼朦胧地向着自己这边走过来。林凡直接屏住了呼吸，从他的角度能看到一双军靴，接着他听到了皮带被解开的声音。大半夜出来放水，还在自己旁边，千载难得的机会，是动手还是苟着？继续苟着，这家伙放的水没准会崩到自己脸上，但是动手的话自己可能会死。妈蛋，就算是毁灭也不能让这王八蛋放水到自己脸上。林凡抓紧自己手里那块棱角分明的石头，猛然窜了起来。因为是从帐篷里出来放水的，所以也没有带钢盔。在那个士兵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棱角分明的石头已经狠狠砸在了那个士兵的太阳穴上。砰！林凡看到了迸溅的血花，接着眼前的阿美尼卡士兵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林凡的呼吸瞬间变得沉重，但是他来不及多想，而是用最快的速度将那名阿美尼卡的士兵拖拽到了石头后面。可刚刚的声音还是吵醒了帐篷那边守夜的士兵。一个阿美尼卡的士兵站起身望向石头那边，罗恩。石头后面，林凡压低了嗓子 ：“I am Gubi， 我在方便。”帐篷那边站起来的士兵揉了揉眼睛，又重新转过身。好吧，石头后面，林凡长舒一口气，接着他这才转过头，看向被自己拖拽到石头后面的阿美尼卡士兵，是个青年，不过脑袋上已经鲜血淋漓，太阳穴的位置已经被砸破了。林凡攥着那块棱角分明的石头的手，此刻不自觉的有些发抖。他闭上了眼睛，脑海里却又浮现出被打成了筛子的周有春，还有那片山谷里一个个被炸成了血雾的年轻战士，那都是他的同胞，他的祖辈。接着，林凡重新睁开了眼睛，眼神变得狰狞而冷冽，他再次举起了手里的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你死了，我的同胞，前辈们，没准就能多一个活着回到祖国去。我杀死一个阿美尼卡人，就可以少死一个班长，少死一个周有春。眼前的阿美尼卡士兵脑袋已经血肉模糊。恭喜您解锁新成就，杀敌。林凡看着系统面板上弹出的小字，并没有欣喜，他的心脏从未有过的疯狂跳动。直播界面里无数的弹幕划过，这不打码，不愧是大夏电视台，尺度好大。不过这特效妆化的真不错。等一等，主播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在扒那个外国友人的裤子？林凡此刻的手有些发抖，他的双手满是鲜血，但是他来不及思考这些，他需要借用这个阿美尼卡毛子身上穿的这一身皮。林凡的动作很快换好了他的衣服，他半低着头走出了大石头，也没有人抬头看林凡一眼。林凡强忍着自己双脚传来的疼痛感，阿美尼卡大头兵的军靴有些不合脚，穿在脚上走路的时候更痛了，但是他必须忍住，不能暴露。帐篷里是大概一个班的大头兵，除去自己之外，一共有11个人。帐篷的角落里堆积着10几个罐头。林凡半垂着眼，连咧嘴笑了一下。很快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帐篷的一角堆放着这个班的武器，各种枪械、子弹，还有一箱子的手雷。林凡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目光直接落在用一个箱子装着的安静摆放的手雷上。林凡的呼吸有些急促，他把手放在那些手雷上面，之后他的眼神逐渐开始疯狂。建功立业啊！林凡的表情这一刻再次扭曲，或许自己这次穿越并非一无是处，自己真的可以做些什么。影视剧里都演过，拉完了拉环，倒数几秒这玩意就可以炸了，具体几秒林凡不知道，不过这不重要。林凡深呼一口气，开始把那些手雷疯狂地往自己的衣兜里装，衣兜里装不下就往自己怀里塞，塞了20颗手雷之后，衣服里实在塞不下，他这才有些惋惜地停手。接着他又转过头，从身后的枪械里拿起一支冲锋枪。他虽然没当过兵，但是也知道冲锋枪的后坐力最小。他在玩吃鸡之类的枪战游戏的时候，经常用的就是冲锋枪。而与此同时，他身边系统面板现实的直播间里，无数的弹幕疯狂划过。我好像猜到主播你要干什么了，真实事件还原。我记得当年的战争里，好像真有人这么干过，提着一筐手榴弹，半夜潜伏到阿美尼卡的营地，挨个往帐篷里扔手雷，还真有这么干的呀，也太猛了吧！不过此刻林凡没有心思和弹幕互动，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毕竟第一次干这种事。但是很快林凡深呼一口气，这件事要做成了，少说也得是个2等功吧！王八蛋们，上帝在这里也保不住你们！上帝，他带不带钢盔啊？林凡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向着帐篷外走去。他的脚更疼了，但是他必须忍住，因为一会儿他不光要走，还要跑起来，大不了这双脚烂掉，他娘的！而与此同时，帐篷里最靠近帐篷门帘的睡袋里的阿美尼卡士兵，感觉有什么东西忽然压在了他的胸口，他睡眼朦胧地睁开眼，从睡袋里伸出手去摸索那个压在他胸口的东西，很凉，像是冰溜子，但是这玩意好像在急速升温。等一下，升温！他猛然睁开眼睛，接着面色大变，手雷还是拉开了保险栓的手雷。上帝啊，您在召唤我去见您吗？比月色下驻扎在山坡上的军营更壮观的是什么？是燃烧着的军营，800里火烧连营，沙场秋点兵。这一刻的山坡上无数的轰鸣炸响，伴随着轰鸣一起出现的是炸起
的火焰，火焰吞噬了帐篷，直接烧成一片。在那轰鸣声中间杂着无数的尖叫和怒吼声，而在那火烧连营的画卷中，一个身影正飞速的在烈火狂奔，是林凡。此刻的林凡奔跑的飞快，只觉得耳朵里嗡嗡的，其他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热血不断上冲，呼吸控制不住的加快，脚似乎都没有那么痛了。林凡知道，这是因为此刻的自己肾上腺素正在不断的飙升，抑制了自己的痛感，而他怀里的手雷正被他一个个的扔进阿美尼卡的帐篷。要在阿美尼卡的大头兵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手雷都扔进帐篷。快一点，再快一点！林凡不断的拉开手雷的拉环保险栓，之后再把那一个个像是大绿棒子的手雷扔到一间间帐篷。还剩8个手雷，6个，2个。林凡跑过最后一个帐篷，他看到了在那个帐篷的门口有一个阿美尼卡的大头兵提着裤腰带已经跑到了门口，直接把2颗手雷都扔进了帐篷。接着他头也不回的疯狂奔跑，他的余光只看到身后有满身火焰的阿美尼卡大头兵在凄厉的惨嚎，自己估计是要被他们诅咒，死后去地狱的。不过无所谓，自己是大夏人，大夏的鬼不归撒旦管，就算下了地狱又如何？我破上如此，我何惜此头？林凡的双眼闪烁，他知道此刻的自己绝不能停下，他的目的地是山坡旁边的那些汽车。林凡冲上汽车的驾驶位，不远处的山坡上，那些阿美尼卡的大兵也反应过来，正提着枪对准了自己。林凡没空多想，他一脚油门，汽车发动，直接冲下山坡，钻入山林。乒乒乓乓的声音不停从自己身后传来。林凡从后视镜里看到，汽车后面被打出了一片火星子，而很快他的后视镜也直接意外，后视镜也被打掉了。林凡咽了一口吐沫，不停的狂踩油门。林凡也不知道具体该往哪里开，吉普车一路颠簸，他只看到吉普城挡风玻璃上挂满了各种树枝还有落叶，而那片火光中的山坡早已经看不见了。吉普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无论林凡再怎么踩油门，吉普都停在原地没有移动。他拉开车门，这才看清，汽车撞到了一辆半人高的石头上，轮胎也被扎爆了。他晃了晃脑袋，摇摇晃晃地向山林更深处跑去。之前飙升的肾上腺素此刻似乎正在消退，从双脚开始无法形容的疼痛感开始席卷全身，尤其是耳朵还有胳膊。林凡摩挲了一下自己的左臂，湿乎乎的，好像是血渍。是扔手雷的时候被弹片擦到了吗？还是之前开车的时候被子弹蹭到了？林凡不知道，他只觉得眼前天昏地暗，他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喘气声，眼前的景象似乎比之前更黑了。他别过头，用最后的力气看向一旁的系统面板，剩余穿越时间42小时，已穿越30小时，恭喜您解锁成就火烧连营，直播间人数438人。而与此同时，直播界面里无数的弹幕划过，这也太他娘的勇猛了，这剧本有些离谱了。离谱个屁！我爷爷就是当年去过领韩国的老兵，当年他们就有战友这么干过，趁着夜色潜入到敌方军营里，挨个往帐篷里扔，后来得了2等功。都说了影视剧拍出来都是收着演的，主播这样的才真实。等一下，我怎么觉得主播状态有点不太对？他是不是要死了？救护车！救护车快来！一会儿出直播事故了。林凡看着直播间那些弹幕，咧嘴笑了笑，他无声的喃喃：有个屁的救护车，这地方能有救护车吗？刚子，谢谢你的地瓜，我们70年后再见，好不好呀？林凡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最后终于控制不住的沉沉睡去，也不知道等他再次睁开眼时，能不能看到彩旗飘飞，红霞满天风，冷风。林凡再次睁开眼时，真的看到了漫天的红霞，系统面板漂浮在旁边。林凡此刻躺在地上，口腔里干得可怕。按照自己之前的记忆来算，自己应该是昏睡了18个小时，自己竟然没死。我勒个去，不愧是我！不过全身传来的酸痛感提醒着他活着也不咋地，而自己的左臂冷得可怕，臂膀处鲜血淋漓，被撕掉了一块肉。林凡半垂下眼帘，思考着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自己这一次虽然大难不死，但是穿越过来的时间也只剩下24小时了，最后一天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林凡眨巴着眼睛，可就在这时，呼噜噜的声音传来。林凡低下头，是自己的肚子，饥饿、失血过多带来的口渴，还有身体各处传来的酸痛感。林凡摸了摸自己的胸口，那里还有刘雄刚之前给自己的剩下的半块地瓜。林凡努力咽了一口吐沫，还有24小时，这可能是最后的口粮要省着。既然还活着，那就不能摆烂，好运气得珍惜。撑起自己的身子，向着那辆吉普车走去，找一下有没有物资。很快，林凡的双眼一凝，玉米罐头。林凡直接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一连吃了6罐玉米罐头，接着才心满意足的打了个饱嗝，用衣服上撕下来的布条粗糙的包扎了一下。此刻的直播间人数竟然还有100多人，弹幕不时划过，主播吃的好香啊，什么牌子的玉米罐头？求链接。不过主播你真狠啊，躺在地上得有10几个小时了吧？这就是沉浸式直播。林凡看着直播间划过的弹幕笑了一下，他忽然想到帮助过自己的战士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吃的东西，会不会碰到阿美尼卡的大头兵？自己穿回去之后，能不能在70年后的世界再见到他们？林凡叹了一口气，远处忽然有哒哒哒的声音传来，林凡猛然坐起身，枪声，接着毫不犹豫的起身跳下了吉普车。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好男儿就算是死也得是死在马背上。这里没有马背，但是自己可以死在70年前的沙场上。林凡向着枪声传来的方向不断前进，不久前方的山沟里竟然出现几处荒败的民房。可是很快，林凡再次头皮发麻，因为他听到了诡异的声音。林凡的只觉得全身汗毛耸立，鬼，自己撞鬼了。林凡死咬住嘴唇，这才忍住没有尖叫出声。不可能是鬼，牛鬼神蛇什么的，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存在。但如果不是鬼，这里是领韩国式战场，敌人。林凡的眼神此刻直接一变，他抬起手里的冲锋枪，俯下身子，蹑手蹑脚的开始在这片民房里穿行。咕噜咕噜咕噜，林凡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蹑手蹑脚的走去。不过很快他的脚步一顿，因为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是一个水磨坊。这一片民房的主人们都因为战乱逃跑了，但是水磨坊还在工作，水呱嗒呱嗒的流过，打桩也在咚咚
咚咚地敲击着，月光正好落下，照在水磨房上，映照的一切美得像画。林凡眨巴了几下眼睛，刚要安慰自己，可是很快他差一点再次尖叫出声，因为他看见在打桩的旁边竟然躺着2个人，不对，应该说是尸体。尸体在月色下白惨惨的。林凡走近一看，才发现那2具尸体戴着钢盔是阿美尼卡的大头兵，其中一个尸体有几处枪眼，还有一个则是被划开了肚子。尸体以一种极为扭曲的方式躺在水磨房旁边，鲜血流了一地。林凡强忍着没有吐出来，不过看来自己没有猜错，这里的确发生过战斗，枪声是真的。而就在这时，水磨房旁边的屋子里也有声音传出，林凡立刻扭头，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个房屋。房屋的门开着，里面似乎有一个人影瘫倒在门边。而此刻那个房屋里，门边的人似乎也察觉到了林凡，一个嘶哑的声音传出：“谁嘎？”是有些类似于彩云省方言。林凡眨巴了2下眼睛，立刻开口：“我是大夏的战士，大夏第4军6团8连6班第9名战士林凡。”躺在门边的身影身体颤抖了一下，接着嘶哑的声音忽然传来：“大学生呀！”林凡正愣了一下，他忽然发现那个躺在门边的身影有些眼熟，他连忙跑过去，才发现那个躺在门边的身影他认识。林凡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的嗓子里像是卡了一根鱼刺，竟然说不出话来。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扣进肉里，这才逼着自己发出声音：“班长，你怎么了？”躺在门边的人是李延堂。此刻的李延堂头靠在民房的门边，本来黝黑的脸颊在月色此刻却惨白的吓人。他抬起手把肚子上的衣服一掀开，林凡不自觉地瞪大了双眼，肠子白的，血没了，没有红的，月亮照着全是白的。林凡蹲下身子：“班长，我……”李延堂抬起眼皮盯着林凡：“水。”林凡连忙回头扭头看向水磨坊：“班长要水。”可是他很快身体一僵，他在大学的时候学过急救知识，流血过多的时候不能给水，喝水的话会流血流得更多。林凡咬着嘴唇不停地摇头：“班长，你现在不能喝水，听话哈，咱不喝水。”李延堂张了张嘴，指着林凡的背着的枪：“把枪给我！”林凡此刻几乎要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来，他知道李延堂要干什么，但是他还是摇了摇头：“不行，班长，不行，再撑一撑，我带你去找部队，去找医生，会有办法的，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要活着，活到70年后。”而此刻李延堂的脖子开始晃动，他的头不停地撞击着身后的门，当当当当，鲜血从李延堂的后脑勺流出来。林凡连忙伸出胳膊撑住李延堂的脖子，让他的头躺在他的胳膊上，那样李延堂就清醒一些。“班长，不要这样，求您了。”李延堂双目开始涣散，他不再说话，但是他的一只手抬起，摩挲着放在自己的胸口，之后从自己上衣兜的口袋里摸摸索索，竟然掏出1枚银元。李延堂拿着那枚银元举到林凡身边：“妹妹，阿妹，信。”林凡连忙抓住李延堂的手：“给你妹妹吗？”李延堂努力地晃了晃脖子，点了点头，却像是已经发不出声音。林凡咬着嘴唇：“知道了，放心吧，班长，我一定把她交给你妹妹。但是我要送到哪里？信又是什么？”李延堂再次把手放在胸口，啪，他上衣胸口处一个布条被撕开，上面写着彩云州凤凰山琉璃谷村。接着林凡还摸索到，在那个口袋里还有一张抽抽巴巴的纸。林凡把那张纸拿出来，发现那张抽抽巴巴的纸上用铅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有些字迹因为时间太长，早就模糊不清，灰黑一片。林凡只能看清上面的几行字迹：“妹，我又梦见你了，但是我不后悔来这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妹，我跟战友们说，我阿妹唱歌可好听，像凤凰教似的，他们都不信我。妹，等我回去再给我唱支山歌吧。”而此刻李延堂躺在林凡的胳膊上，嘶哑的声音传出：“睡了。”林凡这一刻张大了嘴，接着他终于再也呜咽不住的哭出声：“不要睡，班长，不可以睡，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我不是现在的人，我是从70年后穿越过来的。你们打赢了，阿美尼卡被打跑了，你们真厉害。70年后，我们的大夏变得很强大，有飞机大船、高楼大厦，大学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了，很多人都可以上大学。我给你唱歌，你不要睡好不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到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林凡张大了嘴，却再也发不出声音，他低着头哭得好大声。而与此同时，系统面板上也弹出新的消息提醒：恭喜主人解锁新的成就1月。而在刚刚弹出的消息旁边，直播画面里此刻无数的弹幕划过：人被刀傻了，怎么会这样？班长，我的班长啊，刀子啊！看直播吃了满嘴的刀子，刀子在拉我的心脏啊，痛，太痛了，非得加上这么一段吗？而此刻的林凡没有回头，他只是渐渐的不再哭了。他咬着嘴唇，小心的收好那枚银元，接着又低头将那张抽抽巴巴的纸张铺展平整，接着寻摸了几下自己的衣服。他记得之前在扒下那个阿美尼卡大头兵的衣服时有一支钢笔，接着他趴在地上，借着屋外的月光校对着纸张上模糊的字迹，他要把这封被血与火浸染的家书送回彩云州凤凰山琉璃谷镇去。现在没有机会，那就70年后再带回去。林凡此刻强忍着泪，开始努力地校对着那封家书。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他趴在地上努力地辨认，实在辨认不出来的，就结合前后去猜去写。钢笔在那张纸上勾勾画画，笔墨渗透纸张。林凡一边誊写一边喃喃地读着那封家书：辛卯年秋，妹，你我已数月未见，幸亏指导员之前曾教我认字，我才可给阿妹写信。等我回去，定要读给阿妹你听的啊。年前我与部队奔赴领韩国，夜落江前，我们吃了茄子烧肉，那味道真是极好的。不知妹是否在古镇当上了老师？镇上的小黑胖子罗素一直说要跟妹学画画呢，将来回去妹能为我歌唱吗？队伍宪政大部项目，我们身上没有御寒的衣服，刘雄刚军装里面穿着他娘给他缝的袄子，真让人羡慕啊！这里比家乡冷很多里。妹，我们现在停在一片山坡后面，天上的大雁不停地扑腾，应是怕了大鼻子们的飞机。那飞机真厉害，扔下的炸弹让我们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侦察员说前面的山头后面就是敌人的阵地，上面满是枪炮和坦克。连长说我们正面肯定打不过的，所以要趁夜里伏击。我并不害怕敌人，只害怕牺牲之后
无缘和妹再见，我来领韩国钱。妹，你问我为什么还要走避？留在这里不可以吗？仗都打完了，但其实还没有。叶洛河外还有敌人在虎视眈眈，他们过了叶洛河，滇北的老乡就危险了。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后辈的孩子们就再也不用打仗了。咱的家里，老乡们的家里，才刚有钱可以烧柴煮米。我昨天在山谷下睡觉的时候，梦见妹唱歌了。妹，你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妹，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好多领韩国荒败的村子，村子里原本的老百姓都逃难去了。我忽然有些害怕，怕那砸向领韩国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妹，你放心，我会用生命守护妹你的歌喉。我跟战友们说，我的妹唱歌像凤凰叫一样，他们都说回去之后一定要听你唱歌里。壬辰年春，妹，上一场战斗我中枪了，不过妹无需担心，我已做完手术。四班长河东州太上山的刘丰元伤了腿，他跟我们说，接下来的战斗要我们轮番背着他上路。老家在天府州的卢星娃子牺牲了，吉祥州的二岗子也牺牲了。至于我，今晚就应该会返回战场。妹，今晚我们抢回阵地了。6连的指导员牺牲了，我亲眼看见他的血飘散在风里。6连的指导员牺牲前，在阵地上跟我们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只靠自己，只靠自己。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家乡，绝对不让敌人跨过叶洛江。我当时觉得脑袋发晕，就算中杠我也不怕你。前些天路过的一个村子，又看到了领韩国的女子和孩童在废墟里哭泣。妹，我想我明白肩上担负着什么了。妹，等我凯旋吧，红色的星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我会带上那大红花回家。妹，你那时就在凤凰山下为我唱歌答。妹，又到秋天了，我们已有2年多未见，现在阿美尼卡毛子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密密麻麻的轰炸，我们躲在山洞里。今天指导员说我们要做坚定的维护者，但我却想，要是有来生，还要和妹你在一起。若时光可以倒回到离家前的那一刻，在凤凰山古镇口，我一定走得慢一些，再多看你2眼。妹，秋天了，领韩国的高粱地和家乡的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妹，此生有你无憾。妹，你猜不到，我们今天在战场上竟然捡到了一个大学生。大学生妹，他说自己是从国外回来的，真厉害。我们以后的孩子也会读书吧？要是也能成为大学生就好了。镇里的孩子都去读书吧，祝世界和平，孩童再无泪水，新的大夏万岁。此刻，林凡写完最后一笔，眼泪却再也止不住的啪嗒啪嗒的掉落在那抽抽巴巴的纸上。他连忙抬笔，怕眼泪晕染了纸上的字幕。接着他又把那枚银元拿出来和那封信件一起小心翼翼地收在自己的怀里。他低着头，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新的大夏万岁！林凡不知道自己校对那封家书用了多长时间，他只知道等他缓过神来，眼泪不再落下的时候，天边已经亮起鱼肚白，破晓的天光从远处照过来，打在他的身上，是血红色的太阳，光芒照耀了整个山谷。林凡这时才缓过神，他回头看了一眼李延堂，此刻的李延堂已经闭上了眼，太阳的光打在他的脸上，像是睡着了一样。另一边，只有林凡能看到的系统面板，此刻则弹出消息提醒，剩余穿越时间14小时，已穿越58小时。林凡看着系统面板上显示的自己剩余时间，吐出一口浊气，不能让班长就睡在这里。班长，大夏第4军6团8连6班第9名战士林凡，没有办法带你回家了，对不起，但是你交代我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的，你放心。信还有银元，领韩国这边冬天的时候天气冷，我不会让您睡在这里的，你等我。林凡有些蹒跚地站起身，他在那些破败的民房里穿行，而林凡自己都没注意到的是，仅仅是2天多的时间，他已经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下巴和脸颊已经生出了密密麻麻的胡茬，满身的疮痍，双眼疲惫，但是和之前比似乎多出了一团火，那是一团红色的不会被熄灭的火焰。林凡搜寻了好一会儿的房屋，最后还是在水磨房旁边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已经生锈的铁线。他们大夏人讲究入土为安，没有坟那就是孤魂野鬼，没人知道也不会有人来祭拜。等冬天了，变成一具被冻僵的枯骨，或者被山林里的狼叼走了，这不应该是李延堂的结局，他应该进烈士陵园，被后来的人瞻仰着，憧憬着，缅怀着，被称为英雄。林凡也不知道自己挖了多久，他左臂的伤口好像又裂开，他觉得左臂的袖子里湿漉漉的，应该是血渗出来了。林凡觉得头有点晕，但是他狠狠咬了一口自己的舌尖，之后又抬起手狠狠抽了自己2巴掌，这才让自己清醒过来。不过终于坑挖出来了，土坑的深度到林凡的大腿中部，有2米半长1米半宽，班长睡在里面应该也不会觉得挤。一捧一捧的黄土掩埋在李延堂的尸体上，门板卸了下来，在上面刻上大夏英雄李延堂之墓。嘎嘎嘎的声音传来，一群乌鸦犹豫了一会儿，冲向了林凡的身后，2个阿美尼卡大头兵的尸体。林凡只回头冷冷地看了一眼，便不再理会，只是冷笑一声，不知道你们的上帝让你们来这里之前没告诉过你们这样的结局，上帝就算来了也救不了你们，祝你们全部无边落木萧萧下，西出阳关无故人，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沙鬼守尸。林凡的表情露出一抹狰狞，可是他转头看向眼前的墓碑时，又低下头，眼中闪过一抹悲伤。班长，您先在这里委屈一下，我不知道您70年后有没有已经被接到烈士陵园去，如果有的话，那70年后我们烈士陵园见，如果没有，我一定找回这里，我带你回家。观看人数却达到了这一次直播的最高，直播间的弹幕不停地滚动。李延堂爷爷，烈士陵园见，白啦，我阿婆也收到过我阿公寄回来的银元，我阿婆也管我阿公叫阿哥，我阿公没从战场上回来，那枚银元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我阿婆也没舍得花，她说那是她阿哥牺牲时候的月亮，我们怎么会输呢？上帝亲自来了，我们也只会问他，你带不带钢盔啊？哭。而与此同时，系统竟发出了一连串的报警声，山谷中的月亮地静静悄悄，林凡就那么跪在新坟前，安安静静地陪着班长。系统面板上此刻却出
出现红色的数字，那是穿越时间结束的倒数，10、9、8。林凡没有抬头，只是在系统面板上最后的数字变成1的最后一瞬间，他闭上了双眼。与此同时，一种无法形容的眩晕感袭来。等林凡觉得周边的一切终于渐渐正常的时候，他才摇了摇脑袋，睁开了双眼。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他看见了面前摆放着的办公桌还有电脑，这里是大厦电视台电视大厦顶层，和配电箱相邻的那个自己在深夜直播工作的办公间。周围没有领韩国山林里的泥土和腐叶的味道，更没有硝烟和血腥的腥臭味，天上也不会再忽然出现那轰隆隆的轰炸机。林凡坐在椅子上，却觉得恍如隔世。他低下头，才发现自己身上依旧穿着那件从阿美尼卡大头兵上扒下来的军装，左臂的疼痛感也依旧存在。那伤疤似乎在告诉着自己，之前3天经历的一切并不是梦。而与此同时，系统面板也重新出现在林凡的眼前，一行行字体浮现：恭喜主人成功完成这次穿越，系统开始为主人的本次穿越进行结算，解锁成就遗愿获得奖励，和遗愿成就有关物品特准带回。林凡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漂浮的一行行小字，先是正愣了一下，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系统面板上那一行行小字里的最后一条：解锁成就遗愿获得奖励，和遗愿成就有关物品特准带回。林凡张了张嘴，班长给他妹的银元和遗书。林凡抬起手，连忙摩挲着自己的胸口，他之前就把那封信还有银元就收在自己怀里，他把手探进怀里，竟然真的摸出了那封抽抽巴巴的信纸，还有那枚带着他体温的银元。林凡咬着嘴唇，强忍着才没有哭出来，一边双手捧着那枚银元和那封抽抽巴巴的家书，一边也终于抬起了头。他也想知道自己这一次的穿越做的那些事对现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吐沫。主人穿越后落地坐标为领韩国北部山林梨岩花村旧址，当时的梨花村旧址正在发生战斗，主人的出现对那次战斗并未产生任何影响。穿越第3小时，主人跟随大夏战士返回到大夏第4军6团驻地，并未对历史进程产生任何影响。穿越第14小时，主人在领韩国枯头老山的一棵松树的树皮下刻下字迹：这战场我来过，大夏燕北吉祥州林凡。此事受到历史因果律修正，在60年前受山火影响，此树被焚烧，您留下的字迹灰飞烟灭。林凡眼角抽了抽，自己在历史里留下痕迹，还会被历史因果律重新修正吗？这不是坑人吗？真就穿越只是一场体验了？庄周梦蝶他们打工人想要上4休3的美梦实现不了了。而就在这时，系统再次弹出小字：穿越第28小时，主人匍匐在松骨坡上，杀戮了一名阿美尼卡的大头兵，并且趁夜色潜入敌营，对阿美尼卡白虎团运输连达成重创火烧连营，致使此运输连没能完成第2天运送重要武器供给的任务，导致3天后白虎团和大夏第4军第8团的战斗失利。原本应该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张庆普、傅永春、李建国、张春和张景明、傅林王大后等128名战士得以存活，但是其中崔玉刚等74名战士仍然在之后的战斗中牺牲。受历史因果律影响，其余幸存的战士也大多寿命不长，但仍有1名战士一直活到现在，他叫傅永春，目前94岁，在辽东州景明城太和小区居住。而与此同时，系统面板上还出现了一个画面，画面里一个老小区居民楼6层，一个老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拄着拐杖正坐在窗边发呆，他的身后老式收音机里有咿咿呀呀的戏曲声传来：有生之日则当尽寸土，怎能够属于他人？番邦小丑和足论我一剑，能挡100万的兵。而此刻，那个老人似有所感地回过头望向虚空，而在林凡的视角里，那老人却像是回头和他对望。这一刻，林凡的眼泪终于再也控制不住的直接落了下来。自己的穿越是有用的，是他娘的有用的。林凡差一点掩面痛哭。而与此同时，系统面板上再次有小字传出：主人穿越第58小时，您为战士李延堂建造了一座新坟，此坟在2个月后被大夏战士傅俊发现，您的所作所为避免了李延堂的遗体被野狼叼走。李延堂战士的遗体于6年前已被接回大夏县，埋葬在燕北辽东州奉天城烈士陵园。林凡这一刻终于再也控制不住的呜咽出声。林凡捧着那枚银元和抽抽巴巴的家书，缓了好一会儿才让自己止住眼泪。他有些蹒跚地站起身，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那里奖励了心脏强化1级还有体能强化1级的缘故，林凡觉得自己左臂的伤口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不过他知道这种情况还是需要去医院处理一下，否则一旦感染会很麻烦。林凡深呼一口气，向着屋外走去。他要先去自己的员工位一趟，那里有自己的医保卡。此时的时间是上午10点，今天也是工作日。金屏电视大厦里人来人往，都在这座大厦里求取生存或者追求梦想。大厦8层的节目制作组办公区，林凡周围此刻围了很多人，都是他之前的同事，有好几个还是和他同期一起进的大夏电视台。而唐楚薇此刻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他小心摩挲了几下林凡的左臂，那里有嫣红的血渍。接着他抬起那张精致的脸：林凡，这3天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你受伤了？你怎么会受伤？林凡回头看了一眼唐楚薇，讪讪地笑了笑：这个说来话长，我想先取医保卡去医院。可就在这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有我当时谁呢？这不是林大少爷吗？您还知道来上班呢？你要是再不来，我还以为这皇城根下的电视台是你家开的呢。林凡抬起头看见，之前在会议室里训斥众人的矮胖中年正背着手走了过来。原本围在林凡周围的人群无奈地给那个矮胖中年
让出一条路来。林凡则吐出一口浊气，眼神很平静地望了那个矮胖中年一眼。郑小泽，你知不知道，你本来长得就像头猪似的，这么阴阳怪气不会显得你很威严，只会让你像一头被扇掉的猪。不过猪被扇了能保证猪肉香喷喷的，你被扇了依旧一身的臭味。我知道你和你老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你老婆一周跑好几趟医院，但是我想说的是，那可能不是你老婆的问题。矮胖的中年正愣了一下，随后脸先是一红，之后又一白。林凡的面色仍旧平静，他直接往郑小泽那里走去。你不用叫我，也不用骂人，你也没资格骂我，因为我不干了。林凡此刻走到了郑小泽旁边，拍了拍他的肩，真的为你好，去医院看看吧，否则就真的没机会了。郑小泽咬着牙，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他看见了节目制作组的那些年轻人，此刻一个个都低着头，像是在憋笑。他转过头，刚想和林凡发飙，可就在这时，000的声音响起，那是他的电话。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连忙接起，脸上更是直接变脸，甚至浮现出笑容。喂，台长在呢，我肯定在啊，现在是工作时间了啊，咱们大夏电视台网播的新节目，我不知道啊，那个节目叫什么？改变吧历史。郑小泽此刻捧着电话，直接向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满脸的笑容和刚刚那个黑着脸、阴阳怪气、林凡的油腻中年，似乎根本不是一个人。好的，领导，我立刻去上网搜。哎呦，您看您夸的这节目这么好啊，您放心，我们一定重视起来啊。已经很久没有新节目了，地方的兄弟台还有老百姓都在笑话咱们，说咱们就会一起包饺子啊，这些我都有注意到。您都发话了，这节目咱们大夏电视台肯定引进了。领导您放心，没有，一点都不辛苦，您日理万机，一定注意身体。而此刻的林凡也走到了自己的工位上，他好像听到郑小泽那个猪头刚刚隐隐约约提到了改变吧历史，不过也有可能是自己听错了，就算没听错那也不重要了。他现在只想处理完自己左臂的子弹伤后，去彩云州凤凰山琉璃古镇，他要把班长的家书还有银元送回去。现在去医院下午处理好伤口的话，那需要订明早的飞机。但是班长的阿妹叫什么呀？算了，大不了到时候去了镇上，自己挨家挨户的打听，总能找到的。林凡深呼一口气，自己原本工位上的东西被他囫囵个的打包，装在了一个纸箱里。接着他抱起纸箱，直接向外走去。而就在这时，郑小泽忽然又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已经挂掉了电话，一脸的阴沉。一个个的都在干什么？不上班了？一个个都想和那家伙一样从电视台滚蛋吗？台长刚刚打电话交代了新任务，所有人去网上搜改变吧历史这个直播节目，每个人今晚下班前给我交一份关于这档节目的分析报告，交不上来的不准下班。都记住，大夏电视台不养闲人。而与此同时，原本已经走到电梯口的林凡忽然回过头，他看了一眼郑小泽，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而与此同时，燕北、辽东州、奉天城原住岭韩烈士陵园，一个佝偻的老人推着一个轮椅，在萧瑟的陵园里缓步前行。老人推着的轮椅上还坐着另一个老人，那个老人体态佝偻，身上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脖子上围着驼色的围脖。刚子，你走快一点，你这行进速度，班长看到了不得骂人。负责推轮椅的老人此刻一瞪眼，小金瓶嘴还是那么碎，怎么还不死啊？大冬天的非要从金瓶飞到奉天，看班长不会等夏天。你要是在这里嘎了，你家翠萍不得来找我拼命。推轮椅的老人虽然走得慢了一些，但一开口依旧中气十足。他有些浑浊的目光有落在轮椅老人空荡荡的左腿裤管上。腿还疼吗？轮椅上的老人咧嘴笑了笑，疼个屁，都70年了，你不用过意不去，一条腿换你的命值，你也别嫌弃我，大冬天的还来找你。我在金瓶那边太寂寞了，尤其是最近晚上一闭眼就都是哒哒哒的枪声，像是又回到领韩国的山沟里头了。我还梦见那个大学生了，你记得那个大学生吧？当年就你对他最好吧？那个大学生也机敏，为了不拖累我们，故意说了很混账的话，你当年是不是还差点哭了？负责推轮椅的老人咧嘴笑了笑，放屁，再乱讲话把你扔在这儿。轮椅上的老人咧嘴笑得更灿烂，扔在这里好啊，这里热闹，大家伙到时候都烈士陵园见。接着轮椅上的老人笑容渐渐收敛。不过话说回来，我总觉得班长当年就是那个大学生给掩埋的，否则那山沟里月亮地怎么能就凭空多出来一座坟？负责推轮椅的老人沉默着没有说话。而就在这时，两个老人也终于来到了一尊墓碑前，墓碑上用鲜红的字体雕刻着烈士李延堂之墓。两个老人同时抬起手对着墓碑敬礼。6班刘雄当向班长敬礼，6班傅俊向班长敬礼。北风萧瑟，两个老人就那么久久地站在墓碑前相顾无言。不知过了多久之后，轮椅上的老人才传出有些嘶哑的声音：刚子，我有预感，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打算去一趟彩云州。刚子，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轮椅旁的老人此刻正愣了一下。刘雄刚扭头看向轮椅上的傅俊，而与此同时，傅俊也慢悠悠地开口：班长还有个遗孀，你知道吧？我也是回国后才知道的，他一直在班长的老家生活。我一直想去彩云州看看，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机会。上世纪的时候，我给彩云州那边邮寄了几封书信，倒是收到了回信。这几年也和那边通过几次电话，之前试着往那边汇了几次钱，但是都被退回，所以琢磨着死之前一定要去那边看一眼。刚子我呀，当年在领韩国要不是跟着班长的话，早就被阿美尼卡的枪炮炸死好几回了。你也一样，嘿嘿，我知道你也有偷着往彩云州那边汇钱，但是应该也被退回来了。我记得清楚，咱们部队之前驻扎在谷底的时候，有一天月光把谷底照得亮堂堂的，班长就靠在一块大石头上，用小拇指长的铅笔在一张抽抽巴巴的纸上勾勾画画。我当时就问班长，你在写什么呀？班长当时笑眯眯的，害羞了把那抽抽巴巴的纸往怀里一藏，跟我说再给他妹妹写信，他妹妹可好看了，
笑起来跟月牙似的，唱歌跟凤凰叫似的。咱当时也不知道啊，班长说的妹妹是啥意思？我还以为真是班长妹妹，我就跟班长说，回国之后让他把他妹妹介绍给我。可是最后咱们都回来了，班长没回来。刘雄刚低着头，他把手按在轮椅上傅俊的肩膀上。我和你一起去彩云州，什么时候走？轮椅上的傅俊咧嘴笑了笑，我就知道你能陪我明早的飞机，不过得注意身体，咱们俩谁都不能飞机没落地就死了。彩云州在大夏最南边，传说汉武帝夜梦彩云，遣使追梦，在如今大夏最南边的疆域追到彩云，所以那里变成了如今的彩云州。彩云州凤凰山坐落在彩云州东西向，是彩云州无数绵延山川中的其中一座。唐代时有传说，凤凰落在这座山的山头上歇息整理羽毛，所以后来的老百姓就把那座山叫做凤凰山。凤凰羽毛落下的山脚处，则成了现在的琉璃古镇。琉璃古镇并不算当地特色的旅游小镇，也没有开发旅游业，不过小镇倒是以古法炼制琉璃享誉海内外，也会有一些旅人专门赶来看一眼小镇古朴的风光，带回去几件用古法琉璃制造的工艺品。此时夕阳西斜，金红色的阳光打在小镇青石瓦铺就的路面，街道旁的绿植在夕阳的照耀下，在斑驳的墙面上留下树荫。一个模样俊俏的青年，穿着灰色衬衣、宽松的浅蓝牛仔，背着双肩包，他拦着一个皮肤黝黑、穿着传统服饰的阿妈，正在打听着什么。阿妈，请问您晓得李延堂吗？高高的、黑黑的，他之前是住在这里的本地人，后来走了上战场了，去领韩国打仗去了，没能回来。你对他有影响吗？他的阿妹妻子还在这里吗？被拦住的阿妈皱了皱眉之后往东边指了指，镇里姓李嘎都住在东头。青年双眼一亮，立刻给眼前的阿妈鞠了个躬表示感谢。青年自然就是今天一大早就飞过来的林凡，他在小镇里已经打探了好久，终于打探到一点原因。而就在这时，一阵铃声响起，是林凡的电话。林凡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直接挂断。来电人是郑小泽，没错，就是昨天还对自己趾高气昂、阴阳怪气的那个死猪头。其实不仅是他的同事，准确来说应该是前同事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原因很简单，自己的直播火了。虽然当时观看的总人次不过1000多人，但是有谁有给自己的直播录了屏？72小时的不间断直播，又是枪战，又是手雷炸帐篷，还有家国大义，经过剪辑再配上 BGM， 想不火都难。所以从自己离开电视大厦没多久，大夏电视台的同事，应该说前同事们就开始联系自己，但是自己根本没搭理。不过郑小泽倒是第一次给自己打电话。郑猪头一直和自己不对付，能亲自给自己打电话，应该也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不过林凡仍旧没有理会。历史作弊器系统在自己手里，自己穿越的机会还有很多，这就是自己的筹码。更何况自己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做出一档节目那么简单，他是真的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从而影响当下。不过眼下林凡只想做一件事情，他只想把班长的家书还有银元送回去。这封家书已经迟到了70年，而那封银元是班长牺牲时候的月亮。林凡深呼一口气，打算先去镇子的东面。而与此同时，一辆商务面包车趁着夕阳彻底落下之前也开进了小镇。面包车停在小镇东头的一处胡同前，接着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快步从驾驶位的座位上跳下来，他跑到后座拉开车门，从面包车上迎下2位老人。2个老人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一个身体虽然佝偻，但是双眼冷冽，另一个蜷缩在轮椅里，一只裤脚空空荡荡，看上去有些疲惫。从驾驶位上跳下的中年此刻小心翼翼地开口：“2位，这里就是李阿妈的家，我从县里那边打听过了，李阿妈就是李延堂的遗孀。不过很奇怪，这么多年阿妈从没用烈士家属的身份去县里领过1分钱，阿妈也一直都是一个人无儿无女。之前当过一阵镇上的老师，退休后除了退休金，有时候会自己做一些糕点拿去镇上售卖。他住的是老房子，好几10年了。之前他们学校有镇上分的新房，他也不管。听镇子上的老人讲，那房子是他阿哥上战场之前建的，但是没建完，只建了一半。后来他自己建好了，就住在了里头，等着他阿哥回家。镇上的人只晓得阿妈的阿哥是去打仗了，却不晓得是去的哪里。中年的声音一顿不再说话，只是揉了揉眼睛。2位老爷子，等一会儿我去敲门，您2位一定不要太过激动啊。2个老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只是点头。班长的阿妹还在等他回家吗？